大家好，我是老欧。今天这一集没有字幕，因为今天我只是要来跟大家聊聊一些事情，还有回答一些留言的问题。那就让我们边挖矿边说吧。让我从你们可能有兴趣的第一个问题开始吧。说到曹哥，大家都知道他是谁。我相信我这边的很多观众都有看过曹哥的影片。曾经有不少的留言问我认不认识曹哥，或是知不知道曹哥。那这个部分我只能跟你说，早在很久以前我就跟曹哥有接触过了。当然我是指在网络上了。那个时候他到我的粉丝团来询问我一些关于剪辑技术上的建议。不过这不代表说是我教他后制的，他的后制能力完全是自学出来的，所以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他问我的主要是我对于一些特效的运用跟看法。那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呢，有一些新观众甚至觉得有时候我的影片还蛮像曹哥的。我必须先说，如果你说我的声音跟曹哥像，那也就算了，因为毕竟我们都不太活泼。可是呢，提到剪辑技术，我就不得不说了。有时候啊，不管是字幕、画面，或是一些画面排版的东西，它其实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看的方式可以去做的，所以难免说弄出来大家的影片看起来都有点蛮相似的模样。基本上这也影响了我后来的剪辑方式哦，因为实在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曹哥他目前的影片观看数很高，所以很多人都是先看过他的影片，再来看到其他的实况组。那当然我这边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就造就了变成有些可能曹哥先用过的东西，我在使用的话，好像我是在抄他一样。那事实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啊。所以很多时候我在剪的时候，我会尽量去避免使用现在的实况组有使用过的一些剪辑方式，或是一些排版方式。那除非是非必要，也就是我认为说为了影片的有趣，有时候我必须把那个桥段做的一模一样。那这个真的就比较没办法，因为有些演出的手法就是那样子，他没有办法做太多的个人变化。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不要再觉得，好像我都是抄曹哥一样。我相信其实曹哥那边他也是不希望有粉丝这样子到处讲啊，因为其实有在剪辑的人都知道，剪一剪个人风一定会有所谓的个人风格哦。那但是难免会有部分的东西很相似，因为这就像是剪辑的技术，就像是可能会师出同门一样，你们使用到的技巧也许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就很难避免说剪出来的效果有时候也会非常的相似。说到这个，就让我想到关于声音的部分啊。有人说我的声音太死气沉沉，不够活泼。那我是觉得这比较没办法。如果你真的听不习惯又不喜欢，我也帮不了你啊。我只能建议你不要看会比较好啊。那也有观众会认为说，觉得我讲话可以再多讲点话，可以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比如打怪啊，或是做一些挖矿比较死气沉沉的事情的时候，多讲一些话出来，这样子会比较有趣。这个呢，我想要先反问你们哦。假设你们在学校考试的时候，然后呢，你旁边的一个朋友给你一个建议是说，如果你考试可以考100分的话，你爸妈一定会很高兴，这样子对你也比较好啦，所以你就想办法考100分吧。那这个建议你听到，你会不会觉得还蛮无理取闹的？因为好险，没事，只是一个空间。回到刚刚说的，就是如果有人跟你说考100分会比较好，你不会觉得很无奈吗？因为这个事情你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啊，但是这种东西不是你给个这个建议，我们就有办法考到100分。说话也是一样的道理，你会觉得我说话不活泼，希望我更活泼一点。那你说这是给我的建议，我个人是觉得这其实还听起来蛮不舒服的啦。尽管我知道你们没有恶意，对，提供建议的人大家都没有恶意，可是呢，这种东西毕竟就不是你一句的建议，我就可以做到的。对，就跟你考试一样，不是你一个说，考100分比较好，所以你就去考100分，我就可以马上考100分一样，没有这么屌的事情啊。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大家考试就不用这么痛苦了，是不是？也不用临时抱佛脚啦。所以呢，这类建议呢，我会建议啊，提供建议的人是不是能再想想呢？有时候说话之前先想想，先把那些你想说出的话对自己说一遍看看。你先看看自己想说的话有没有问题，确定没问题了，再来发表出来。现在的网络固然言论自由啊，但有时候并不代表说有些失礼的话就适合把它讲出来，这样子还是不妥的啊。今天你只是在网络上，所以还好，但是如果哪天你在路上，你因为看到一个路人长得很丑，然后你就当着他的面说，我觉得你长得好丑，然后又跟他说，你不要在意哦，这只是我心里的感受哦，这只是一个真实的，这只是我心里的感觉哦，你完全不用在意。可是呢，你说的人也许无心，但是听的人有意啊。重点是听的人会觉得，你就算这样讲，就好像在讽刺他一样。他不可能就真的听你的话，就完全无感啊。就好像如果你们遭到人怒骂，你们第一时间应该都会觉得愤怒吧？要么不是无视他，就是会突然很在意，然后开始去想对方到底是故意说的呢，还是不小心脱口而出的呢？所以啊，奉劝大家以后留言留之前，先看看自己想要留出来的话又代表着什么意思，会比较好啦。有时候不是你一句你没有恶意，就没事了哦。这个在社会上，就算你没有恶意，你也是会被人揍的啊。还有一些留言是提到关于我的剪辑软体是使用哪一款，那我使用的剪辑软体是 Premiere，Adobe 的 Premiere 啊。还有就是关于影片的封面啊，就是我们放在 YouTube 上的影片都会有封面嘛。那有时候有些眼尖的观众有发现，我的封面是不是特别的不像是游戏中的人物动作，也就是它的动作比较特别。那想要问我这是怎么做的？那这个其实就是动画的部分啊，它是由一款 Minecraft 动画调出来的人物动作。那我想部分的观众有在看，应该已经知道我本身是有在做 Minecraft 动画的。那对我来说，这个封面的动态效果，就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做出来的，包含在我的结尾图，也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结尾，如果你有看到最后的话，通常都会看到一个角色，一个 Minecraft 的角色从上面掉下来，然后最后逃跑到画面的左边的这个小动画。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但是也没有那么难啊。原则上我还是一样是利用动画软体，先调出我想要的动作，之后呢，我再去进行一个去背绿幕的动作。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绿幕，你可以 Google 一下绿幕这两个字。基本上这在电影界是一个很泛用的技巧。那我只是在 3D 软体里面 3D 动画软体里面去做了一个这样的绿幕，然后再去弄 Adobe 的 AE 软体去做一个特效处理的部分。说到这里，动画的部分其实目前也还有在进行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OK， 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不喜欢在打怪的时候聊天，因为对我来说，我没有办法一心二用啊。我只要在游戏中聊天，我就会分心，不管是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你普遍会看到我在玩的时候，我非常的安静。这是已经是一个我的个人习惯啊，这个很难去改过来，因为我长年以来就是这样子。你去看看电竞选手啊，他们在打游戏的时候，他们在打英雄联盟的时候，是不是都安静的跟什么鬼似的？那就是因为他们在集中注意力在游戏上。虽然说对实况组而言，这其实还蛮反常的啦，因为毕竟你们看着一个默默都不讲话的影片，然后在那边挖矿，只会觉得很无聊吧？对，所以呢，基本上我也明白，尽量要活泼生动，多讲一点话这件事啊。但这个我只能说，有时候还蛮强人所难的啊。然后为什么会有岩浆冒出来啊？谁能解释一下？我现在在的是12层，没有错吧？那12层的部分，我竟然会看到岩浆口冒下来，那就代表说我站的层数不对咯，否则岩浆怎么会冒出来？我刚刚还想说，我是不是站错层挖下去了？可是现在看一下，不对，岩浆竟然有从上面流下来，就代表这边有一个洞咯。所以
是不是规则又被改过了啊？我们来扑过去看看。结果本来想说慢慢的收集资源，这下也是没有办法了。哦，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我目前已经是接近每天都发片的情况，那因为还要上字幕的关系，所以其实我的发片量算是卡得很紧。那这一来一往，其实就也影响到了说我在游戏中的拍摄时间没有办法太长。如果你只能在游戏中玩一定的时速，你能在游戏玩的时间不长，那你也很难去做一些比较多的事情啊。像是就算我要盖铁巨人塔，我也需要先有村民吧。那我要村民，我是不是就要花时间去找村民呢？然后呢，假设我需要地狱石英或是地狱的灵魂沙，我是不是也要先搞到钻石，然后弄出钻石镐，挖一点黑曜石起来，接着才能做地狱门呢？这样子我也才能继续往前走啊！不管我要做什么事，游戏的时间都是必须的，包含我现在正在弄的那些放牧场的绵羊，他们繁殖也是要时间的啊，不是吗？总不可能说我希望他们马上增产报国，然后一瞬间就多了一大堆绵羊，不可能嘛！一定要给他们时间繁殖啊！种植小麦也是啊，所以凡事都得按部就班啊，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勉强不来啊。当然，我通常会把所有的留言都看过一遍，尽管我不太有空去回，但是原则上我都会去看啊。像是有几条留言啊，会关心说我，发片不用那么着急啊，要先顾好身体啊。这些留言我都有看到，尤其有几个观众特别的热心，几乎在我的每一篇底下都留了类似的东西。那我觉得很高兴的是说他有看到，他有仔细听我影片中在说的一些事情，因为有部分的留言有时候真的是还蛮让我无言的，就是明明我在影片中有讲的事情，但是他们可能好像没有听到，对，就真的好像没有听到一样。那之所以留言会没有办法去回哦，我只有办法看，没有办法回，最大的原因也是出在这。我目前每天发片的频率，这可能没有上过字幕的你可能不会理解啊。但是其实全字幕是一个很花时间的工作，这也是我这集不想上字幕的原因，因为我这集会讲的话太多了。其实就是我要跟你们说的现况的问题啊。如果我每天出片，其实我每天能在游戏中花的时间就很少。那很少的话，我的进度其实就不会说推得多快。也就以至于说，可能有几集会蛮无聊的。撇除我个人的坚持啊，比如说烤鸡生产器的改造，那个是因为呢，我自己刚好正在学习这个部分。那我发现就是有改进的空间啊，我就会很想要分享给你们看。那这样每篇的出片情况也导致说我甚至没有时间看留言，没有时间回留言。其严重程度大概就像是我通常是没有再多余的时间去玩游戏或做其他事情的。我每拍完一集，我通常就要赶快去想我下一集要拍什么，或者是我要怎么拍，或者说就是花时间去研究一些红石的机关设计啊，或是原理，或是去试。你们目前看到的设施虽然有部分钻石耶，我终于在这个地图找到了我的第一个钻石。为了要去地狱啊，钻石是不可少的啊。那个时候我就很无奈啊，虽然有观众有发觉，我直接赶快去地狱，然后把那个地狱石英搞定，这样我不就可以做一些比较更简化的机关了吗？更简化的红石机关了吗？可是呢，也许是没有跟完我全部系列的观众吧，你们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到现在真的。挖了这个隧道之后，我还没挖到半个钻石，现在这还是第一次遇到。我本来就是想说啊，边聊聊边增加游戏的时间，我边找物资，这就是我那时候很痛苦的一件事啊。就算是我要挖钻石，我也需要游戏时间去推啊，不是说我想要钻石它就有钻石的啊，我可不是开创造模式，是吧？所以很多东西啊，我知道你们想看的是什么，但很多时候我也需要游戏时间去推移啊。举个例子吧，为什么曹哥的发片越来越慢了呢？其实原因也是在这边，除了他本身有在忙的事情之外，他的剪辑方式跟他的游戏进度，你会发现他是以
他每次拍都可以就是拍的介绍很多东西出来，那是因为他把好几天都玩，他是好几天都是一直在玩，然后呢才把那几天的内容都剪辑成一集的方式给你们看。换句话说，他花了很多时间在游戏，只是你们都没有看到而已。所以有些观众也许就会觉得，为什么别人做得到你就做不到呢？这时候你就要先看看那个实况组他的发片频率跟游玩时间是不是有跟那个人一模一样啊？而且这还不提技术上观念知识的差别，有些人是新手跟老手玩的速度一定是不一样的吧？所以啊，我理解你们想要看到更多更好看的实况生存影片，可是有时候这真的强人所难啊，真的，我只能跟你说，我尽力咯，但是不太可能办得到。那今天之所以要拍这一集，主要目的也是这个啦，因为以最近的前3集、前4集吧，应该有观众发现到，我没有办法就是按照遵守时间去发片，也就是每天晚上6点这件事去发片，那就是因为呢，整个时间已经delay延后到就是你们可能比较难想象的部分，再加上其实我还是有事情要处理，对，所以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所以呢，最后就是变成说，我如果要赶着那一天发片，我就只能就是赶快做，然后就是一天追着一天的进度，我丝毫没有办法去停下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撑到星期3。可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撑得很勉强。所以啊，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说的话，还是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但是希望你们在发留言的时候，可以先想想。在发出去之前，先想个3秒钟，并且把这个留言对你自己说说看，你先看看合不合理。其次就是希望你们能专心的听完，有时候我影片中在讲的事情，因为有时候呢，你们讲的东西我在影片中早就讲过了，大多是包含在我要盖哪些设施或我为什么要那样盖的时候，我通常会把原因都告诉你们啦。大致上呢，影片的制作问题就只有这样啦，就是我现在目前的每天出片量真的压得太紧了。我甚至有在考虑说，要不要把出片量的部分降低哦，好用来提升一个品质跟准时发片的，跟维持住准时发片的时间哦。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就是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虽然我可能不太有空去回，但是我还是会看的。那么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点个赞。想看更多的影片的话，可以订阅我的频道。那么我是纳欧，我们下次见啦，大家拜拜。